我只是在酒宴上打了个哈欠。外公司部门经理就站着住建局有个姐姐，对我一顿叫嚣训斥，还说公司领导没脑子，请我当荣誉顾问，却不知我的身份，就算老板都得敬我3分。杨经理被打得有点闷，捂着脸结结巴巴的道：“邵总。”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邵家阳满脸铁青，恶狠狠地盯着他道：“你觉得自己有个姐姐很牛逼是吗？觉得天底下谁都得给你面子？”杨经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他委屈地看着邵家阳：“邵总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”邵家阳冷笑道：“你不需要明白，现在马上给我滚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辉煌地产的员工，滚！”杨经理脸色异常难看，他以为邵家阳来是帮自己出头的，谁能想到竟然是要开除他？为什么？他实在想不通，加上周围一堆人看着，更有人发出明显的嘲笑声。杨经理恼得满脸通红，忍不住道：“邵总，我对公司做了这么多贡献，你说开除就开除，总要给我个理由吧？”理由？邵家阳冷笑一声：“你算老几，也配让我给你理由？如果不服，尽管去告我。”他一个身家几十亿的大富豪，哪里会在乎杨经理这种小人物？杨经理气得不行，却只能咬着牙道：“邵总，我手头上可还有一个项目没完工呢，如果你把我开除了，项目怕是会有麻烦。”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威胁我？邵家阳也不多言，直接招来2个保安，把杨经理拖了出去。放开我，邵总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要告诉我姐去。邵家阳暗自冷笑，就你那个姐姐，现在恐怕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。而站在叶枫附近的人此刻都傻了，几人下意识看向叶枫，但又马上否定了心中的想法。倘若杨经理被揍是因为招惹了这个男人，那他为什么会坐在这种无人问津的角落？一人坐了下来，对着埋头吃饭的叶枫道：“兄弟，你这运气可不是一般的好，遇到邵总这么爱面子的人，不然的话，今天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。”得了吧，邵总爱面子，可他不是万顺地产的老总啊！你没看人家葛总都没吭声吗？牛逼人物就是沉得住气，说不定是打算秋后算账呢。兄弟，你回头多长点心，实在不行，主动去找葛总道歉啥的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叶枫抬头看着他们：“你们不饿吗？”一群人愣了下，随后便满脸恼怒。叶枫也不理会，放下烤鸭，然后拿出手机给葛清泉拨了过去。“葛总，我这边吃好了，家里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”“别啊！”葛清泉连忙道：“我和邵总他们约好了，一会去找个酒吧喝酒，唱歌。您放心，就我们几个熟人，没外人。公开场合您不愿意露面，我能理解。可这私底下的聚会，可一定得来啊！您不在，我们喝酒都觉得没意思。而且邵总他们说了，怎么着也得给您碰个杯子才行。”人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叶枫还能说什么？只好再次坐下。旁边坐着的那人瞥了他一眼，笑呵呵的道：“兄弟，你这是给哪位葛总打电话？该不会是你们万顺地产的葛总吧？”其他几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叶枫看着他们笑，自己也乐了。“你真聪明，还真是万顺地产的葛总，让我等着他一块去喝酒。”一群人笑得更大声了。“兄弟，你这牛皮吹的也太大了点。你要说刚才打电话的人信葛我信，但你要说他是你们公司的葛总，那我100个不信。”“就是啊，你这语气，估计也就是哪个客户而已。真是你们公司老总，能是这种语气说话吗？”叶枫做出一副不解的样子。“那我应该和葛总用哪种语气？像你们见领导时一样卑躬屈膝吗？”一群人的笑声戛然而止，都被他气得够呛。什么叫像我们见领导时一样卑躬屈膝？兄弟，你是不是觉得杨经理告状却被赶了出去，自己就很牛逼了？人家邵总爱面子，不想在这种场合惹出麻烦而已。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，难怪杨经理看你不爽。你就嘚瑟吧，早晚有你哭的时候。”叶枫懒得跟他们讲话，一群见识浅薄的墙头草，完全没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此时的酒店外，杨经理握紧了拳头，脸色阴沉。邵家阳，妈的！他实在放不下心里这口怨气，干脆掏出手机，准备找他姐姐好好哭诉一番。然而他这边电话还没拨通，姐姐已经主动打了过来。杨经理连忙按下通话键：“你个王八蛋，到底干了什么？你他妈想害死我是吗？兔崽子，你给我等着，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”杨经理被骂得一头雾水。“姐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好端端的怎么？”“好端端的。”电话里的女生更加愤怒。“你还敢跟我说好端端的？正事不见你干多少，天天给我找麻烦，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连大领导都亲自打来电话臭骂我一顿，说我在公报私仇，利用职权去拿茶药，要我下岗。”杨经理听的人都傻了，姐姐要下岗了。刚才他还想着要靠姐姐给辉煌地产一个教训呢，想到刚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杨经理终于明白自己可能踢到铁板了。他惊恐着脸，连忙道：“姐，我可能真得罪了一个了不得的人。我们公司邵总刚才过来，直接打了我一巴掌，还说要开除我。”骂声停顿了一下，随后便是更加愤怒的声音：“你可真能啊！我就说无缘无故的，领导怎么可能找我的麻烦？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把你家房子给点了。”“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也不知道他那么厉害啊，我以为他就是个普通员工。”杨经理快被吓哭了。“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我连自己的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问我问谁去？”杨经理感觉2条腿都在发抖，浑身无力，随时可能瘫软在地上。他看向酒店内部，内心下了一个决定。1个小时后，饭局结束，葛清泉和邵家阳等人朝着叶枫这边走去。看到葛清泉他们走过来，一人顿时呵呵笑着道：“葛总来了，兄弟，你刚才不是说葛总要请你喝酒吗？来，让我们见识见识，一个跟我们坐一桌的人到底有多牛逼。”叶枫没有理会他们，事实如何，马上就会得到验证。很快，葛清泉等人来到近前，当他们停下的时候，这一桌人表情都有些不自然了。他们停下了，为什么？难道说不等他们想明白？葛清泉看了看这桌人，皱了下眉：“你们怎么还没走？”那桌人都很是尴尬。
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难道要说自己等人是特意留下来想看叶枫的笑话？他们不想说，叶枫却淡笑着道：“我说葛总要请我喝酒，他们不信，想看个究竟。”葛清泉何等聪明的人，立刻明白过来，不禁脸色略沉。看来你们都很闲，好奇心这么重。那些人一听，吓得够呛，二话不说，立刻起身弯腰低头出去了。等他们离开，葛清泉才恢复笑容。叶先生，走吧，找个地方喝几杯。叶枫微微点头，起身和他们并肩出去。几人刚走出酒店，杨经理就跑了过来，直接对着叶枫弯腰鞠躬。叶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刚才心情不好，胡乱对您发了脾气，都是我的错，请您无论如何务必要原谅我。邵家阳走过来，一把推开杨经理，骂道：“不是让你滚了吗？谁让你过来的？”看到几位老总都面色不善，杨经理心里慌得不行，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。姐姐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家里父母知道了，也立刻打来电话，又是一顿臭骂，还说等回家了要抽死他，自己的工作没了，还害得姐姐下岗。眼看着人生要陷入一片黑暗，杨经理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取得叶枫的原谅。保安，过来把他赶走！你怎么做事的？信不信我马上给你们江总打电话把你开了？那个保安连忙跑过来，眼看要被拉走，杨经理直接吓得跪倒在地。叶先生，求您了，就饶了我这次吧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求您放过我吧。叶枫虽然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，但面对这种小角色，他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，便对邵家阳道：“算了吧，一点小事而已。邵总的心意我已经看到了，这样的人开除就算了，没必要再恶语相向，平白降低了我们的档次。”邵家阳连忙点头：“叶先生说的对，是我格局小了。那个谁，放开他吧。”保安这才放开了手，看着叶枫几人离去的身影，杨经理这才失魂落魄的直接坐在地上。保安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“兄弟，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得罪这些大佬了，但你还算幸运，人家没打算跟你计较，你就知足吧。”葛清泉几人进了一家酒吧包厢里。叶先生，这次北区项目多亏您的帮衬，来，我敬您一杯。葛总客气了，我敬您。叶枫客气的起身和葛清泉碰了一杯，随后是邵家阳等人一一过来敬酒。几人喝过后，叶枫起身：“我喝的有点多了，去趟卫生间，顺便透透气。”我陪着您吧。叶枫按住他的肩膀：“你们喝你们的，我又没醉，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好了。”葛清泉一言坐下，看着叶枫离开后，旁边的邵家阳道：“葛总，这个叶先生到底啥来头啊？年纪轻轻的，可这说话做事都让我心里打怵，感觉像见了那些真正的权贵一样。”葛清泉看了他一眼：“叶先生的来历你就不用多想了，他只是个普通出身，没什么背景，但我们做人做事不要只看表面。如果你们因为叶先生的出身去看轻他，我敢保证你们未来会后悔一辈子。”离开包厢后，叶枫来到前台，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却在这时前方传来吵闹声。只见距离大概10来米的位置，一个女孩被人抓着脖子，劈头盖脸的就是几巴掌，打完后又一脚把她踹倒在地上。看清了女孩模样，叶枫微微一愣，那不是小姨宋雨欣的女儿谭菲菲吗？